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杨的频道。今天为您分享的是水木然的一篇文章，人性的真相，看完一身冷汗。在这世界上，唯有两种东西不能直视，第一是太阳，因为太刺眼；第二是人性，因为太难测。今天我们就来剖一下人性究竟有多复杂。什么叫人性？恨你有，笑你无，嫌你穷，怕你富。做律师的希望你被告，做医生的希望你生病，做修车工的希望你汽车坏掉。只有小偷，他们希望你永远荣华富贵。人与人第一次见面就开始打量对方的身份和身价，然后再选择是给对方跪着，还是让对方给自己跪着。当你失败时，总有一群人来关心你，问问你发生了什么，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。只要不伤害到你的利益，别人讲的话你都不需要反驳，只要不是对你的人身攻击，别人的观点你都无需理会。你怕的越多，欺负你的人就越多，你什么都不怕了，反倒没人敢欺负你。你人太好，大家就来占你便宜，你横一点，反倒可能来讨好你。自古真情留不住，唯有套路得人心。慢慢你会发现，一颗好心永远比不上一张好嘴。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就像织毛衣，建立的时候一针一线，小心而漫长；拆除的时候只要轻轻一拉。千万不要随意诉苦，因为有些人表面上会安慰你，但背后就会以你的痛苦为谈资。你的朋友或许会希望你过好，但是前提条件是不希望你过得比他还好。自己的失败固然可怕，但朋友的成功更令人揪心。乞丐不会妒忌百万富翁，但是他肯定会妒忌收入更高的乞丐。人允许一个陌生人发迹，却不能容忍一个身边人的晋升。人生最大的痛苦，就是眼睁睁地看到身边的人飞黄腾达。我们宁愿看到外人成功，就是无法忍受身边人成功。离自己远的人发达了，我们就羡慕；离自己近的人发达了，我们就仇视；比自己强大一截的，我们就崇拜；比自己强一点点的，我们就嫉妒。人总是在吃肉的时候夸肉香，洗碗的时候骂碗脏。人在饥饿的时候会选不爱的食物，人在寂寞的时候会选择不爱的人。所谓饥不择食，寒不择衣，荒不择路，贫不择妻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为什么自古红颜多薄命？因为没人会在意丑的人活多久。如果你每天给他1元钱，只要一天不给，他就会恨你；如果每天给他1巴掌，只要一天不打，他就会跪谢你。善良的人总觉得拒绝别人像是自己做错了事一样。有些人你帮他7分，他反而觉得你还欠他3分。夫妻不到离婚看不到本性，姐妹不碰钱财看不到嘴脸，父母不到病床看不到孝心，朋友不碰利益看不到人性。越是对家人不好的人，越是在外面要面子，越是喜欢讨好外面的人，对家人就越不好。其实这种人不仅自卑，而且懦弱，不然就不会每次回到家里就窝里横耍脾气。一个精神病患者极容易被识别，而一群精神病患者却很难被发现。而最先发现并指出的人，通常会被人们认为是精神病。大部分人都认不清自身的问题，却长着一张爱说教的嘴。人们相互蔑视，又相互奉承。人们各自希望自己高于别人，又各自匍匐在别人面前。现代人在幻觉下生活，他自以为他了解他所想要的东西，而实际上他所想要的是他人所希望他要的东西。大多数人并不是真的想要自由，因为自由包含责任，而大多数人害怕责任。人可以防御他人的攻击，但对他人的赞美却无能为力。所以请记得，一定要学会夸奖别人，他让你没有敌人。所谓情商高的体验，就是你说了假话，对方心知肚明，但欣然接受；而情商低的则是你明明说了真话，还得给对方道歉。人性最大的丑陋就是，明明自己揣着私心，
却苛求别人大度，总想让别人当圣人，而自己偷偷当小人。你以为那些你曾经帮助过的人，至少会在你落难的时候展现出怜悯之心，但是往往这些人就是最容易落井下石的人。说真话的人总是要像小人那样小心翼翼，而说假话的人总是像君子那样义正言辞。没钱的时候先把人做好，有钱了要把事做好。可惜大多数人刚好相反，没钱的时候不把自己当人，有钱的时候不把事当事。如果有一天你感觉那些和你亲近的人都想装的，不要担忧，不要害怕，这说明你已经成熟了，没什么大惊小怪。落难时你认识了朋友，得意时朋友认识了你。大喜大悲看清自己，大起大落看清朋友。很多弱者也是一个恶人，但是因为弱，他的恶才没有破坏力。但是一旦这样的人翻身，往往就会变本加厉的使坏。很多老实人也是一个坏人，但是因为没有见过世面，他们才活得胆小如鼠。但一旦他们有了仗势，马上就变得肆无忌惮和贪得无厌。很多老板这样告诉员工，你们好好干，我们正在要做一个有利于社会的大事，等我们公司赚钱了，一定不会忘记你们。而现实情况往往是这样的，老板要么干着干着就垮了，要么是以后做大了，然后把身边那些同甘共苦的人都踢开了。很多男生这样告诉女生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虽然我现在没钱，但是我一定会努力赚钱，等我以后发财了，一定会加倍补偿你。而现实情况往往是这样的，男生要么根本就没有能力做大事，要么等以后发财了，就把身边的糟糠之妻抛弃了。因此，那些喜欢张口就是道德和情怀的人，往往都用这个标准加持别人，然后悄悄实现自己的利益。和人谈钱，往往会把人锻炼成狼，而和人谈感情，往往会把人养成白眼狼。因为靠钱维持的关系，如果能一直维持下去，最后往往会产生感情；而一开始就靠感情维持的关系，往往很容易因利益而闹掰，到最后就是互相记恨。夸人永远都是对的，尤其是当你什么不想说的时候，或者不知道什么的时候，就一个劲的夸奖对方就行了，这样不会引发没必要的麻烦。装傻永远是对的，尤其是你看透一切的时候，更应该装傻。越看得透，越需要装；看不透，静静期待即可。金钱能让人变坏吗？其实金钱并不会让人变坏，也不会使人变好，它只能让人暴露真实的自己。金钱就和权力一样，是人性的放大器，他们会将人本身的样子放大很多倍，让人活着更接近最真实的自己。人在贫穷的时候，没机会释放自己的傲慢无耻，也没能力发挥自己的慷慨善良。等人有钱了，虚荣贪婪、傲慢自私都会放大，相应的，人的慷慨善良、勇敢仁慈、孝敬奉献也会放大。金钱让高贵的人更高贵，卑鄙的人更卑鄙。金钱让深刻的人更深刻，浅薄的人更浅薄。安慰一个人的最好办法就是告诉他，其实我比你还惨。千万不要一个劲的讲大道理，这只会让对方觉得自己真的很惨。这就是人性，我可以失败，但是我不能承认自己失败。我要看到的是，大家其实都很失败，这样才会心安理得。原来世界上有那么多比自己还惨的人，我还有什么可以伤心的？我应该暗自庆幸才对。总之，不是每一个失败者都值得怜悯和同情，不是每一个失败者都愿意面对真相，他们宁可自欺欺人，活在自我安慰里。绝大多数人的幸福感都是因为过得比身边的人好，是来源于一种优越感，而不是自我认同的结果。绝大多数人的痛苦并不是因为自己贫穷而痛苦，而是看到身边人比自己成功而感到无比痛苦。一个人无论多么富足安康，如果身边的朋友都比他过得好，他的幸福感也不会太高。而一个人无论多么平庸平淡，如果身边的朋友都还远不如他，
他的幸福感也不会太低。人性里有一种对尊严的自我保护机制，但凡接触到外界那些出乎自己意料的优秀之后，我们会感到惊慌错乱，大脑里就会收集一切线索，去证明别人的成功是侥幸的。如果自己是有同样的客观条件，只会比他们更好。就像上学的时候，我们热衷于讨论，学习好的人都是书呆子，漂亮的姑娘往往没大脑。长大之后则变成了同事升职了，是因为会拍领导马屁；同学创业成功了，因为家里给了巨额的资金支持。为了逃避身边人变好的结果，我们都喜欢把那些变好的人拉下马，踩在脚下去践踏他们的光环，以此能获得心理上的满足。这种感觉甚至比取得成就还快活。我们总喜欢把那些优秀和成功的人往最下三滥的地方想，才能安心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庸俗不是孤立的，并为自己的不成功和生活在底层找到理由。人啊，宁可证明别人的平庸，也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平庸。这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格局，这也是在变相承认自己的无能。所以王小波说，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，这就是人性的悲凉。社会经不起细看，人性经不起细究。